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要聊的话题有点扎心，就是相亲市场的双标帖则，特别是关于一些大陆单亲妈妈在相亲时的奇葩要求。我拒绝二婚男，但我的孩子你得视如己出，这不是典型的双标吗？我做红娘这么多年，两岸三地的单身男女都接触过不少。今天就和大家聊聊我的所见所闻，顺便对比一下台湾和大陆在婚恋观念上的一些差异。先说个真实案例，前段时间有个叫小芳的女士找到我，今年32岁，带着一个5岁的儿子，在一家外企做行政工作，收入尚可，长相中上，前夫早已远走高飞，不管不顾。她找我帮忙介绍对象时，开口第一条要求就是丽姐，我不接受二婚男，我要找个没结过婚，条件好，能接受我孩子的男人。我当时就愣住了，心想，哎呦喂，姑娘啊，你这不是吃着碗里瞧着锅里吗？但作为专业红娘，我还是耐心地问她，为什么不考虑二婚男呢？她理直气壮地回答，二婚男大多带着前妻的影子，容易拿我跟前妻比较，而且可能还有孩子，关系太复杂，我想给我儿子找个干净无负担的爸爸。我真是哭笑不得，他自己带着孩子找对象，却嫌弃别人带着孩子有包袱，这不是赤裸裸的双标吗？在大陆一线城市，像小芳这样的单亲妈妈并不少见，她们普遍认为自己身价依然很高，不愿意降维找对象。可实际婚恋市场是残酷的，许多人对自身情况缺乏清醒认识。再来看看台湾这边的情况，差别还真不小。台湾社会对单亲群体的包容度要高一些，观念也更开放。我接触过不少台湾的单亲妈妈，她们在找对象时普遍心态更平和，要求也更实际。记得有位台北的李小姐，也是单亲带着一个孩子，她在找对象时特别强调，我不排斥对方有过婚史或有孩子，因为我自己也是，关键是两个人三观是否一致，能否互相扶持，这种心态是不是听起来就舒服多了？说到台湾，很多大陆朋友可能还停留在过去的刻板印象中，觉得台湾经济落后，生活水平不高，这可大错特错了。台湾社会其实非常发达，人均 GDP 在亚洲地区一直名列前茅，公共设施完善，医疗保障体系健全，社会福利也做得很到位。台北市区的精品咖啡厅、设计师品牌店随处可见，民众的生活品质普遍较高。很多城市的街道干净整洁，绿化做得非常好，信息产业发达，科技应用普及，可以说是典型的发达社会形态。回到婚恋话题，台湾和大陆在相亲文化上也有很大不同。大陆这边，特别是一线城市，相亲往往变成了一场赤裸裸的条件对比，身高、学历、收入、房车、户口，各种硬性指标被摆在桌面上，像是在谈一桩生意，父母介入度极高，有些甚至变成了父母相亲，子女走过场。台湾这边则相对温和得多，虽然也看重经济条件，但更注重人品、性格和生活理念的匹配。父母的影响力没那么强，年轻人有更多自主选择权。我接触过的台湾单身男女，在相亲时往往更愿意多花时间了解对方的兴趣爱好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二婚的态度差异。在大陆，二婚或带孩子常被视为明显的减分项，甚至是某些人眼中的致命伤。而台湾社会对此包容度更高，更多人能接受伴侣有过婚史或带着孩子，关键看两人是否合拍。记得有次我在台北帮一对双二婚的男女牵线，男方带一个孩子，女方带2个。初次见面时，他们不是急着谈条件，而是聊起了如何处理好复合家庭中孩子们的关系。这种成熟理性的态度，在大陆相亲市场上真是不多见。说回我们开头提到的那种双标现象，我拒绝二婚男，但我的孩子你得视如己出。这种心态在台湾女性中比较少见，但在大陆却不少。背后原因很复杂，既有传统观念的影响，也有现实压力使然。很多大陆单亲妈妈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压力，一方面要独立抚养孩子，一方面还要面对亲友的不理解和社会的偏见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找个条件好的男人似乎成了解决问题的捷径。但问题是，凭什么呢？
你有权利追求最好的，但也要有自知之明啊。如果你自身带着包袱，却要求对方干干净净，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另一个有趣的现象是，大陆和台湾在看待单亲父亲和单亲母亲时也有差异。在大陆，单亲爸爸在婚恋市场上普遍比单亲妈妈更受欢迎，很多女性愿意接受男方带着孩子，觉得显示出男人的责任感，但反过来，男性接受女方带孩子的意愿就低得多。而台湾这种性别差异虽然也存在，但没那么明显。单亲妈妈在婚恋市场上的贬值程度要小一些，社会支持系统也更完善。说到社会支持，台湾对单亲家庭的福利保障确实比大陆做得好，无论是经济补助、托育服务，还是心理辅导，都相对完善。这使得台湾的单亲群体面临的生存压力小一些，在找对象时也能更理性平和。我接触过一位台中的单亲妈妈，她说，虽然带着孩子找对象确实难一些，但我不觉得自己必须降低标准，我只是更注重对方是否真心喜欢孩子，能否融入我们的生活，而不是纠结他有没有结过婚或有没有孩子。这种态度就很健康啊，他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切实际。再拿回我们文章开头的案例来看，像小芳这样的大陆单亲妈妈，往往陷入一种矛盾，她们一方面因为自身条件受限而感到焦虑，一方面又不肯调整期望值，结果就是相亲屡屡受挫，越挫越焦虑，恶性循环。作为红娘，我经常要做的工作就是打醒这类客户，我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们，姑娘，你要求人家接受你的过去和现在，你也得学会接受别人的啊。双向奔赴才是真正的缘分，别误会，我不是说单亲妈妈就该降低标准，随便找个人嫁了。我的意思是，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，但前提是认清自己，尊重他人。说到对孩子的态度，这也是台湾和大陆在再婚家庭中的一大区别。大陆这边，很多再婚家庭都存在亲疏有别的问题，继父对继子女的态度往往取决于他与生母的关系如何。而台湾在这方面似乎更成熟一些，更多人能够理性处理复合家庭中的复杂关系。我曾经撮合过一对台北的再婚夫妻，男方主动承担起抚养女方前夫孩子的责任，而且毫无怨言。他对我说，孩子是无辜的，既然我选择了他妈妈，就等于选择了这个家庭的全部。这种胸襟真的让人敬佩。相比之下，大陆的许多继父继母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，他们可能表面接受，但心里始终有道坎儿过不去，长此以往，家庭矛盾难以避免。所以，我真心建议那些带着双标思维找对象的单亲妈妈们好好反思一下。你有权利设定自己的择偶标准，但也要扪心自问，你凭什么要求对方是你的孩子如己出，却不愿接受对方可能也有自己的过去和孩子？真的，婚恋市场就是这么现实。有些人总觉得自己是特例，规则应该为自己而变。我常跟客户说，结婚不是去菜市场挑菜，你想挑什么就有什么，而是双向选择的过程。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大陆典型案例，一位姓王的女士，36岁，带着8岁的女儿，在事业单位工作，收入稳定，但不算高。她找我时开出的条件是，男方必须有房有车，年收入不低于30万，身高175以上，年龄不超过40岁，最好是公务员或事业编。最重要的是，必须能接受他的女儿，并愿意负担女儿的教育费用。我问他，你能接受对方是二婚或者有孩子吗？他立马摇头，不行不行，我不想让我女儿跟别人的孩子争宠，也不想面对复杂的家庭关系。我当时就直接跟他说，王女士，你这要求太双标了，你希望对方接受你的包袱，自己却不愿意接受对方的包袱，这不公平啊。结果他还生气了，说我这个红娘不专业，不站在客户立场考虑问题。我只能苦笑。这种情况在台湾相对少见，我接触的台湾单亲群体大多能正视自己的条件，不会提出过分要求。一位台南的单亲爸爸曾告诉我，找伴侣就像交朋友，是互相欣赏、互相接纳的过程。我不会要求对方必须怎样怎样，而是看我们在一起是否合拍，是否能相互理解，这种心态就健康多了。其实，大陆和台湾在婚恋价值观上的差异，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发展阶段和文化环境的不同。
台湾经历了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，整体社会更加多元包容，个人主义色彩更浓，人们更注重个体感受和情感连接，婚姻不再是单纯的门当户对或经济联合体。而大陆这些年虽然发展迅速，但快速的城市化和激烈的社会竞争，让很多人变得更加现实和功利，房价、教育、医疗等生活成本居高不下，使得婚姻中的经济因素被过度放大。我在上海工作的时候，接触过不少年轻人，他们谈恋爱第一件事就是互相打听对方有没有房，家里几套房，父母做什么工作等等，感情仿佛变成了次要因素。台湾这边虽然也看重经济条件，但普遍没那么赤裸裸。回到单亲家庭的话题，我想提醒那些正在寻找伴侣的单亲妈妈们几点。第一，正确认识自己的婚恋市场价值，带着孩子确实会影响你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，这是客观现实，需要坦然面对。第二，调整心态和预期，你可以有标准和原则，但要符合实际情况。如果你希望对方接纳你的孩子，你也应该准备好接纳对方可能存在的包袱。第三，把重点放在寻找真正合适的人，而不是条件最好的人。一个真心爱你、尊重你、能接纳你全部过去的人，远比一个条件优越但对你孩子敷衍的人更值得选择。第四，充分考虑孩子的感受。再婚不仅是你一个人的事，也关系到孩子的成长和幸福。不要为了自己的需求而忽视孩子的真实感受。说到孩子的感受，台湾和大陆在处理复合家庭关系上也有不同。台湾社会普遍更重视儿童心理健康，复合家庭中的继父母往往会接受专业辅导，学习如何与继子女相处，而大陆这方面的意识和服务还比较欠缺。很多复合家庭靠摸着石头过河，问题频出。我认识一位台北的心理咨询师，专门为复合家庭提供辅导。他说，很多继父继母不是不想好好对待继子女，而是不知道如何做，他们需要专业指导和足够的耐心。反观大陆，很多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，即使家庭关系出现问题，也不愿寻求专业帮助，结果小问题逐渐积累成大问题，最终可能导致2次离婚。这也是为什么台湾的再婚家庭稳定性普遍高于大陆。数据显示，大陆再婚家庭的离婚率远高于初婚家庭，而台湾这种差距要小得多。再聊聊台湾和大陆在看待单亲这个标签上的社会氛围差异。大陆社会对单亲群体，特别是单亲妈妈，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偏见和刻板印象。很多人会想当然地认为，离过婚肯定是他自己有问题，带着孩子找对象肯定是冲着对方的钱来的，等等。这种氛围使得很多单亲妈妈既要承受经济压力，又要面对社会歧视，心理负担十分沉重。为了摆脱这种状况，他们可能更急切地想通过嫁得好来改变自己的处境，进而产生不切实际的期望。台湾社会则相对宽容，人们更愿意了解个体具体情况，而不是简单贴标签。我在台中帮一位单亲妈妈介绍对象时，见过很多优秀男士主动表示愿意接触，并不把单亲当作什么大问题。这种社会氛围让单亲群体能以更平和的心态面对感情和婚姻。当然，不管是台湾还是大陆，单亲家庭在社会上都面临着各种挑战，但关键在于个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处境，以及如何理性面对婚恋市场的现实。我经常对我的单亲客户说，别把自己定位成弱势群体或特殊需求，而应该把自己看作一个完整独立的个体，带着过去的经历和现在的责任，坦然地走向未来。这种心态调整非常重要。我见过太多单亲妈妈，一边抱怨社会歧视，一边却用同样歧视的眼光看待其他人。这种内在矛盾会让他们陷入恶性循环。从实际案例来看，那些在再婚中获得幸福的单亲妈妈，往往具有这些特质：一是自立自强，不把找个好男人当作救命稻草，而是通过自身努力创造稳定生活；二是坦诚开放，不隐瞒或粉饰自己的过去和现状，也不对伴侣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；三是理性平等，既尊重自己的需求和底线，也尊重对方的选择权和感受；四是以孩子为重，把孩子的健康成长放在首位，不急于为自己寻找伴侣而忽视孩子的适应过程。我曾经撮合过一对非常有意思的两岸组合，
女方是台北人，单亲妈妈，带着一个10岁的儿子；男方是上海人，离异后无子女。他们通过我的介绍相识，开始异地恋爱。最初，男方家人对这段关系不太支持，担心文化差异和孩子问题。但这位台湾妈妈处理得很好，她没有急于推进关系，而是给了男方和他儿子充分相处的机会。她对男方坦言，我不指望你马上就能像亲生父亲一样爱我儿子，但我希望你能尊重他，理解他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接受不了，我们可以及时止损，不要互相耽误。这种理性成熟的态度打动了男方。经过1年多的相处，他们最终修成正果。现在这个家庭生活得非常和谐，男方真心把继子当作自己的孩子，而孩子也很尊敬这位继父。这个案例告诉我们，再婚不是简单的拼凑，而是需要双方用智慧和耐心共同建构的新家庭。任何试图偷懒走捷径的做法，最后都会付出代价。那么，面对婚恋市场上的双标现象，单亲妈妈们该如何应对呢？首先，提升自我价值。与其抱怨市场不公，不如提升自己的综合竞争力，保持良好形象，发展个人事业，培养兴趣爱好，学习育儿和家庭管理技能等，都能增加你在婚恋市场上的吸引力。其次，拓宽社交圈，不要把希望全寄托在相亲上，多参加各类社交活动，增加结识优质单身的机会，特别是那些亲子相关的活动，可能会遇到同样关心孩子成长的单身男性。第三，合理定位自己，既不妄自菲薄，也不盲目自信，客观评估自己的条件，设定符合实际的择偶标准。记住，匹配度比条件高低更重要。第四，学会换位思考，你希望对方包容接纳你的一切，你是否也准备好接纳对方的不完美？双向奔赴才是健康关系的基础。第五，不把婚姻当作唯一出路，单身也可以活得精彩。与其勉强进入不合适的婚姻，不如享受独立自主的生活，专注于自身成长和孩子教育。有个台湾单亲妈妈的故事很有启发性，她在离婚后没有急于再婚，而是专注于事业和孩子教育。几年后，她在一次公益活动中认识了现在的丈夫。起初，她并没有抱着找对象的心态，但两人因共同的公益理念而相互欣赏，逐渐发展为恋人。这位男士虽然是初婚，但很自然地接纳了他的孩子，现在他们是令人羡慕的幸福家庭。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缘分往往在你不刻意追求时不期而至。与其抱着功利心态去猎婚，不如活出自己的精彩，吸引真正欣赏你的人。最后，我想对那些坚持双标的单亲妈妈们说几句心里话，你们中的很多人之所以设立拒绝二婚男这样的标准，可能源于对第一段婚姻的创伤和恐惧。你们害怕历史重演，害怕再次失败，这可以理解。但请记住，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不能因为前夫的过错而否定所有男人，更不能用双重标准去筛选伴侣。婚姻不是交易，而是共同成长的旅程。当你只关注对方能给你提供什么，而忽视自己能为对方带来什么时，你已经走上了错误的道路。真正健康的再婚关系建立在相互理解、共同成长的基础上，两个带着各自过去的人坦诚相待，彼此扶持，共同面对未来的挑战。如果你真心希望为自己和孩子创造一个温暖的家，请先放下那些不合理的坚持和偏见，学会真诚地去爱和被爱。记住，最好的婚姻不是找到完美的人，而是找到愿意与你一起不完美的人。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婚恋市场上，愿每一位单亲妈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，不是通过降低标准，而是通过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，不是通过计算得失，而是通过真诚的情感连接。台湾和大陆虽然在婚恋观念和社会环境上有诸多不同，但人心终归相通。真正的爱无关地域，无关标签，它源于两个独立而成熟的灵魂之间的共鸣和理解。最近有网友留言说，丽姐，你能不能多说说那些成功的例子啊？听多了双标失败的案例，感觉我们单亲妈妈好像没希望了似的。好吧，今天我就再多分享几个积极正面的案例，让大家看看什么样的心态和做法更容易在再婚市场中遇到真爱。先来说说小林的故事。小林是北京人，33岁，带着4岁的女儿，在外企做财务工作。离婚后，他没有急于再婚，而是把重心放在工作和孩子身上。
平时喜欢带女儿参加各种亲子活动，在一次公园野餐会上认识了王先生。王先生比他大2岁，同样离过婚，但没有孩子。两人一开始只是普通朋友，因为都喜欢户外活动，便经常约着一起出游。小林从不刻意隐瞒自己的单亲状况，也不把对方当成救命稻草。他坦率地跟王先生说，我现在的生活虽然辛苦，但还算稳定，不指望通过结婚改变什么，只希望遇到真心喜欢我和我女儿的人。这种不设防的真诚让王先生很感动。经过半年交往，王先生主动提出见小林父母，表达了结婚的意愿。现在他们已经组建了新家庭，王先生对继女视如己出，小林也很尊重和理解丈夫的家人。小林成功的关键在于，她没有把再婚当作必须完成的任务，而是保持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。她坦诚面对自己的状况，不设隐瞒，也不强求对方付出。她给了彼此充分了解的时间和空间，没有急于推进关系。再来说个台湾的例子，阿美，台中人，38岁，育有一个12岁的儿子。作为资深护士，她工作稳定，收入不错。离婚后，她加入了一个单亲互助社群，定期参加各种活动，扩展社交圈。在一次登山活动中，她认识了陈先生，一位45岁的大学教授，离异无子女。陈先生被阿美乐观开朗的性格吸引，两人开始约会。阿美很理智，不急不躁，让陈先生和儿子有充分时间相处适应。她告诉陈先生，我不要求你马上就能接受我儿子，但希望你尊重他的存在和感受。如果你发现自己真的接受不了，请务必诚实告诉我，我们可以好聚好散。这种真诚和理性打动了陈先生，他慢慢融入阿美和儿子的生活，和男孩建立了良好关系。1年后，他们决定结婚。婚后，陈先生主动承担起教育继子的责任，现在一家3口生活和睦幸福。阿美成功的因素是积极参与社交活动，拓展人脉，坦然接受自己的单亲身份，给予关系足够的适应期，尊重孩子的感受和意见，对伴侣有合理期待。这2个例子告诉我们，再婚成功的关键不在于找到条件最好的人，而在于双方的真诚相待和共同努力。现在我想谈谈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，为什么有些条件并不特别出众的单亲妈妈反而能找到不错的伴侣，而一些条件优越的却屡屡受挫？关键在于心态。那些顺利再婚的单亲妈妈往往具有这些共同特点：一是自信但不自负，她们了解自己的价值，但不会高估自己在婚恋市场上的竞争力；二是独立但不孤僻，她们有能力维持自己和孩子的生活，不把找个男人当作经济依靠，但也不排斥与人分享生活；三是坦诚但有边界，她们不隐瞒自己的过去和现状，但也懂得保护自己和孩子的隐私和尊严；四是期待但不强求，他们希望遇到好伴侣，但不会为此降低标准或委曲求全。比如说，我认识一位来自台南的单亲妈妈阿琪，她条件并不突出，普通长相，高中学历，带着2个孩子，在餐厅当服务员。按理说，在婚恋市场上很难出彩，但她却成功嫁给了一位事业有成的建筑师。原因何在？因为阿琪极其阳光开朗，对生活充满热情，不管环境多艰难，都能保持乐观。她对人真诚友善，不计较得失，也不拿单亲妈妈当特殊标签，要求别人同情。她第一次见未来丈夫时，开门见山地说，我是单亲妈妈，带着2个孩子，没什么惊人的才华，但我知道怎么经营一个温暖的家，也愿意支持伴侣追求梦想。如果你接受不了我的孩子，我们可以做朋友。这种不设防的真诚和坦率，反而赢得了对方的好感和尊重。对比之下，有些条件很好的单亲妈妈却总是遇人不淑或找不到伴侣，多半是因为心态出了问题，要么过于傲娇，把自己标价太高，要么过于功利，急于通过婚姻改变现状，要么态度不够开放，对二婚男或带孩子的男士排斥，要么保护过度，不给潜在伴侣和孩子建立关系的机会。我想对所有单亲妈妈说，再婚不是救赎，而是新的开始。带着过去的阴影和不切实际的期望去寻找伴侣，只会适得其反。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，真正健康的婚恋关系都建立在相互尊重、共同成长的基础上。
当你把注意力从对方能给我什么转向我们能一起创造什么时，婚姻的质量和稳定性都会大幅提升。最后，我想特别强调一点，父母的婚姻观念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。单亲妈妈在寻找伴侣的过程中，也是在教导孩子如何看待感情和婚姻。如果你总是带着功利心态评判异性，孩子可能会学习到婚姻就是交易。如果你对他人抱有双标心理，孩子可能会认为规则可以任意变通。所以，为了孩子，也为了自己，请保持健康理性的婚恋观。记住，最好的家庭教育不是言传，而是身教。你如何对待感情和婚姻，将深刻影响孩子未来的情感模式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希望能给正在寻找幸福的单亲朋友们一些启发和帮助。记住，你的价值不由婚姻状态决定，你有权利追求幸福，也有能力创造幸福。不管你来自台湾还是大陆，不管你的过去如何，只要保持积极开放的心态，总能遇到那个愿意与你同行的人。我是丽姐，期待下次再与大家分享更多婚恋故事和心得。